16年前，姐姐弥留之际，将6岁女儿重托给他。16年后，他已然将侄女养大成人，却满怀愧疚。我觉得我这辈子太对不起她了。16年，侄女已然长成，却又为何满心酸楚？到了晚上睡觉，有很多蟑螂、虫子。16年，他们同处一个屋檐下，究竟经历了怎样的伤心往事？如今，又是怎样的机缘，让他幡然自省？院里的人都看见都说，你的女儿真好。9月6日21点20分，重庆卫视《谢谢你来了》，让我们共同见证这份饱含16年歉疚之意的亲情，从此温暖开启。有请主持人涂磊。真情致歉，重新开始。谢谢你们都来了，欢迎来到重庆卫视。谢谢你来了，我是涂磊。欢迎所有来到现场的观众朋友们，欢迎你们。好，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3位老师：著名的国际礼仪专家周思敏，著名的媒体评论人石树思，美女主播小影子。好，我们来看到今天的故事。我觉得我很对不起我外甥女，我姐姐走得早，这孩子就一直在我身边长大的，可是我却从来没把她当成家人看待，而是处处偏心我自己的孩子，有时候还把她当保姆一样使唤。过去我一直没觉得我自己做错了什么，直到前段时间发生了一些事情，我感觉我自己对他做的实在是太过分了，让他在这个家受了很多的委屈。我现在很想真心的对这个孩子说声对不起，姨妈错了。这倒是在这个舞台上的新一种关系。道歉的关系是小姨对外甥女。那么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矛盾呢？我们首先有请被知县人外甥女小姨。主持人好，大家好。对啊，没开始呢，你怎么就哭成这样啊？我觉得事情没有那么严重，不管在任何的家庭，都会有快乐和不快乐的。在姨妈身边长大这么多年，我很感激她对我的养育之恩。你一直跟着小姨过是吧？我是6岁的时候到的姨妈家。为什么？你父母呢？在我6岁时，妈妈就生病去世了。后来就被带到姨妈家，爸爸一个人外出打工。你是被寄养在姨妈家是吗？从6岁到现在一直跟小姨在一块过是吗？是的。现在还在？现在还在。你今年多大了？今年22岁。16年。16年了。那按你刚才所说，小姨对你有养育之恩，你应该感谢小姨才是。为什么小姨向你道歉呢？
你在小姨家这些年过得还好吗？还可以吧。那就是不可以了。你好像不太愿意说这一段，是吗？为什么？我觉得事情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，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。很少有说年轻人能够这么看透的，真的能放下是吧？能放下吗？总而言之，我从你脸上没有看见出你好像很幸福或者快乐的样子，但是言辞当中可以感觉到这个女生很感恩。到底中间发生了什么？我们还是有请出道歉人姨妈英姐。主持人你好。你好，英姐是江西人是吧？对。江西哪里的？真的。你是后来在上海生活是吗？对。在上海出来打工。这是你外甥女？是的。你养育了她16年。对。那为什么要向她道歉？那个时候，当年我姐姐因为乳腺癌生病了，就有一次突然就接到我姐夫电话嘛，让我回家。他说姐姐快不行了，我就赶回家。等我赶到家的时候，就已经走了。你就这一个姐姐吗？对，就我们姐妹2个。当时就没赶上我姐姐最后一面。其实我姐姐是想亲自把我外甥女托付给我的，只是没来得及。因为我当时才结婚，我老公也就不怎么答应嘛，就是不想。新婚。对，新婚，我们条件也不是很好，所以我就回上海了，就没答应他的要求。等过了几天，我姐夫就带着外甥女到我家里去了。他就说让我把外甥女收留下，反正他说3年之后嘛，他肯定回来把外甥女带回去的。他说平时再给我们寄生活费都给寄。当时我老公也没在家，我就看着他们也实在是可怜姐姐那么信任我，所以我就答应把她留下了。我问你4个问题啊。第一，为什么父亲不能独自带着她，要寄放在你们家？我姐姐生病，就是欠了很多债嘛，看病，她就要出去打工呀。6岁的孩子怎么能带在身边？怎么能带？要打工还债。就是要打工出去还钱嘛。第二，为什么一定要寄放在女方，也就是姨家？为什么不寄放在姑妈家呢？他有一个叔叔，那个婶婶也不是很好，就是说。第3个问题，你跟你的姐姐关系好吗？关系都很好的。那我就有第4个问题，既然关系好，为什么你忍心拒绝呢？那当时确实是有点私心，因为我老公就是说我在上海一个人打工，就是认识他的，我觉得自己也有个依靠，就是结婚刚不久，我也想维持这个家。就是在那一瞬间，对，自私超越了对姐妹的亲情，是吧？那你收留她之后，她在你们家生活，你对她怎么样？也确实是没有给她一个很好的环境。当时买了一张小床，就是睡在那个杂货间，因为房子本身就很小嘛。就是一个电风扇、空调也没有，什么都没有的。你们自己房间有空调吗？我们自己有的。多大的房间？房子很小的。几室几厅呢？2室1厅嘛。2室1厅，不有2室吗？你跟你老公住1室，他住1室不就可以了？为什么要住杂货间呢？我老公本来就不喜欢他那个，我公婆也在那里，然后就是后来我们才跟公婆住在一块儿是吧？后来才分开的，后来我就搬出来住的。来，小姨跟我形容一下你住的那个杂货间是什么样的？就是特别小的一个杂货间，夏天的时候只有风扇，
然后到了晚上睡觉，有很多蟑螂、虫子，很多蚊子咬。可是这些我都不敢说。那个房间有你坐的这个圈儿大吗？这么大都没有啊？这么大都没有啊？反正是很小的，就是摆一张床，然后一张小桌子摆的。比现在很多保姆间还小啊。吃呢？穿呢？吃饭平时就我老公在家的时候嘛，也不会让他上桌。不是他那不上桌，他那上哪儿吃呢？他就在厨房吃，而且我一回来就使唤他，就会让他帮他或者提洗脚水啊、提鞋子啊、打洗脚水都会让他做。你为什么不说句公道话呢？这是你娘家人。只要我一说，他就会对我发脾气。因为我老公脾气很不好。这样的老公你要他干什么？反正这个家也靠他，反正就是说，哎呦，赚钱什么都是他。但是问题是，没有人品的老公，你嫁给他干什么？是的，我就是当时也是年轻嘛，肯定是也是不懂什么嘛。那个因为我们再回想一下啊，你刚才所说的这些情节，如果针对于一个成人，我觉得尚可理解。但他那会儿不是才6、7岁吗？哎，你6岁你能提得了洗脚水？当时先拿一个大的盆子，然后放在那边，然后再用一个小的一个盆子去接水，就是一点一点的接过来给姨父。给他干嘛？给他洗脚。你除了给他倒水，还要帮他洗脚吗？在厨房吃，就每次都是这样是吗？过年过节也是这样，都不能上桌是吧？嗯。那会儿你6岁，你受到这样的待遇，你会跟谁说呢？会跟姨说吗？不会。为什么？有时候我就特别想自己的爸爸妈妈，可是爸爸去外地打工，他每个月就是打电话来一次。你会跟他说吗？每次我想跟他说几分钟，就急匆匆的把电话挂了，还没等我说完。在我们的想象当中，6岁的孩子受到这样的待遇的时候，几乎会脱口而出，喜欢告状嘛，对吧？但是他居然有犹豫啊！因为我知道爸爸在外面也不容易。哎，女生是不是6岁的时候已经比男生要懂事一些？不过他确实是很懂事的，就是有时候我晚上都会听到他哭，而且我会让他不要哭，我说你一旦哭把姨父吵醒了，他又会起来骂你的。不是，你想着你姐走的时候那样，你再想想晚上的哭声，你就心里没有一点正义感。其实都还是为了维持我这个家，确实是当时是有点私心，真的是。刚刚说了住、吃、穿呢？出去逛街的时候从来没给他买过，很少买。你小时候的有穿过新衣服吗？他1年就只会给我买2次衣服。哪2次？就是过年的时候，然后就是换季的时候会买一下。那是你最快乐的时光。有压岁钱吗？那你读书呢？读书我都是自己一个人去上学的。有一次我回家晚了，然后那天又下雨，没办法，我只能淋着雨回家。到了家门口，发现钥匙忘记带了，然后家里又没有人，我很着急，所以我找了一个避雨的地方，就在那边想等姨妈回来。后来还是邻居的叔叔阿姨看到了，叫我进去做避雨，他们还给我吃的。你的意思是邻居比姨好是吧？你没有孩子吗？我当时还没有。你是什么时候有孩子的？
过了2、3年，我这就怀孕了嘛。2、3年，也就是说他90岁的样子，你有了孩子。对。男孩女孩？男孩。家里有了一个小男生了，你的日子是好了一点还是更差了一点？自从姨妈生了弟弟之后，她对我就完全不一样了。会经常使唤我做这做那的。做什么呀？家里的家务活、打扫卫生，还有洗碗，还有他们的衣服、袜子，全都是我自己一个人洗。你包干了是吧？对。小男孩可爱吗？可爱。跟你亲吗？还好，我经常会抱着他，跟他一起玩。然后有一次我抱着他在房间里面转，不小心撞到柜子肩上了，然后他当时就哇哇大哭。我听到他哭了，我特别害怕。我是担心他撞到哪儿疼了，然后我还担心会被姨妈责怪，会骂我。然后姨妈出来了，她一下就是把弟弟抱走了，然后还推了我一把，还骂我，说你怎么带弟弟的，这点小事都做不好，你还有什么用啊？就是会责怪我。是这样吗？当时我只是听到我儿子哭，我就赶紧跑出来，我就只管抱自己的孩子。对，你怎么放心让一个10岁左右的女孩子照顾小孩呢？有时候我在忙其他的事情，他会带着他玩。我就特别想问你，如果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为什么没有那种想法，就是回家，哪怕是回姥姥家、回爷爷家或者找爸爸都行？为什么要一直在那待着？反正你也不幸福。我有想回家，有好几次我都很想回去，然后我就跟院子里的老奶奶一起出去捡破烂，我捡了好几个月，才攒到的路费。攒了多少钱？52.5块。后来被姨妈发现了，然后就被她给没收了。为什么要没收她的钱？家里人也不可能会收留她的，就是还是会回到我这里来的。只是这个原因吗？反正那个时候我生了个儿子，其实他也能做一点活了，能干一点活了，是个好帮手了，是吧？所以就不让他走。所以说，其实你们家多了一个不拿钱的保姆，是吗？是。就这会儿你还是私心，不让他走的原因，更多的是希望在生活当中帮衬自己。那你就对他好点喽。其实我也不是完全对他不好的。我老公不在家的时候，反正会给我们一起吃饭，一些重活我不会让他做嘛，就是还是会那个的。是这样吗？就姨父不在家的时候对你挺好，是不是？还好。哎，你从小在家里有零食吃吗？水果？这些都很少，每次有客人来的时候，都是我去给他们倒茶，去切水果，但是我自己就没有吃，所以我切好之后，我回到厨房，看到那个苹果的核，苹果里面那个核还有一点点果肉，我就偷偷把它吃了。你现在工作了吗？现在工作了。你现在工作可以自己买好多苹果吃了。喜欢吃什么水果我都会去买，买大个的苹果，然后吃的特别开心。一直吃到见壳为止。对，觉得特别甜，特别好吃。姨父对你动过手没有？有一次就是在家的时候，我不小心把他的玻璃杯给打碎了，然后他就很生气，就过来踢我，骂我说你给我滚出去，然后他就把我推到门外去锁着不让我进来。后来还是晚上的时候，姨妈偷偷把我放进来的。我就特别不明白，你怎么会找个这样的男人？我有时候也是劝他，他就会骂我，而且甚至我感觉到你在家里你不是个女主人，就是你说话是没有用的。
我们说男主外女主内，男人负责赚钱养家，女人在家里操持家务，在家里是女人说了算，吃什么、穿什么、用什么都应该是女人说了算。但我发现你说话根本没有用。哎，他是男人，反正他说话，他赚钱也是靠他，平时都是靠他。你不上班的是吧？我上班是上班，工资拿得少。我那个时候在超市里面上班，也是，后来生了小孩就没去上班了。你跟你老公关系好吗？从他来了我们家，反正就是我们就一直小吵小闹，一直都有。哎，你这么说的话，我感觉你还稍微有点恨他的感觉。不是很，就是我老公他毕竟不是他们家亲戚的女儿，反正还是。不是你为什么不会跟你老公这样说呢？你跟他说，老公，你别看这小女孩虽然寄放在咱们家，不过是多双筷子而已，增加不了太多的费用。而且姐夫还经常寄钱回来，再加上你看看家里的这些家务都是小女孩给包了，其实咱们没亏，咱们赚了。刚开始2年我姐夫是打钱回来的，每个月打点生活费嘛。后来在第3年的时候就没音讯了，不见了。啊，反正就是刚开始2个月没打钱过来，我都还不在意的。后来就时间长了就一直没音讯，然后我就打电话到他们厂里嘛，打过去他说他已经走了，辞职了，已经走了。好嘛，也碰上个没良心，那你唯一的支撑都没有了。有一次老师到家里来家访，可是姨妈跟老师说，她说爸爸妈妈都死了。你说的？是我说的。为什么你要说他爸死了呢？这么多年没有音讯了，也不来管，也没问，都找不到他人了嘛。所以我有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，有时候我就……那你这样说不等于完全断了小姨的念想？反正这么多年他也没有音讯，我只能让他死了这条心。你什么文凭啊？我是高中毕业就不读了。是成绩不好吗？这个我读书的时候成绩还可以，可是到了高考的时候我就发挥失常，没有考上。考得不好。那后来就工作了。可是很多公司要求都比较高，需要大学以上文凭，然后我就找了好长时间，然后终于有一次，有一家公司，他通知我去面试。什么岗位？行政前台。一个月薪多少钱？那个时候是2500一个月。后来呢？现在涨到了3000多。你可以出去住了，自己租房。可是我每个月要上交2000块钱给姨妈，自己就只有1000多。为什么呢？你为什么不出去？你可以让他出去住，从此可以不在你家了。没有，我就是为了让他也帮家里贴补一点家用嘛。就是那个时候，我老公每次都喝酒回来，就是说也不去赚钱，每次就跟我吵。然后我还有一个孩子要上学，我就想他没考取大学，我就说也不让他上算了，就让他出来打工。你是让他贴补家用，还是觉得？就让他贴补一点家用。还是觉得除了那3年他父亲寄钱回来之后没寄钱了，其实他是欠你们家的，这应该是还债吧？反正我就想他就是在这个家了嘛，我就想让他早点赚钱，还是想贴补点家用。哎，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，英姐？你看着我。其实到如今的岁月，不是他离不开你了，是你已经离不开他了。各方面都离不开，金钱上需要他贴补，情感上需要他支撑，因为你家并不幸福。另外，毕竟已经成为家庭的一个固定成员，你很寂寞，需要这样的一个又像女儿又不像女儿的这么一个保姆来支撑着你了，是这个意思吧？是的。但你这话跟他说过没有？没有。为什么不说？我就是反正那个时候我就心情不好，后来我跟我老公还离婚了。离婚了？对。终于离婚了。离婚。虽然孩子很可怜，但这样的人品的男人，你早就应该跟他离婚了。而且是因为他在外面有外遇了，我当时还想我们的婚姻走到这个地步，我当时确实是还怪罪小姨。
你怎么这么糊涂啊？确实是自己的糊涂。那么这么说，就是这个男人不在家生活了，你们俩关系应该修建得更好一点，是吗？是的。今天为什么要来道歉？就那段时候不是离婚吗？我也想要我儿子的抚养权嘛，然后我老公要跟我争嘛。当时我心情实在是太差了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是小易跟我说的。小易他说你去找律师，你可以跟他争儿子的抚养权，因为他也没有工作，也不能带孩子。然后我就这样跟我老公说，我老公后来就妥协了，他说儿子就归我了。你看你这挺有主意的。对。啊，你又没学过法律，你从哪儿知道这知识？但是我知道之后，我也很着急，然后我就问了我们公司的同事，后来还上网搜了一些关于这方面，还上网找了律师。你这么帮姨妈干什么呀？她一直这些年来，你的生活都是这个样子，你应该不管这些事儿，自己过自己的呀。因为大家都是一家人，而且姨妈养育了我这么多年，其实我很感激她。早就把她当成自己亲人一样看待了。你别说，从某个角度上来说，你这姨妈比你爸好一些。我这样说你不生气吧？虽然姨妈在生活当中并不曾，很好的厚待你，对吧？但是毕竟比你爸不管你要好一些。就因为这一件事吗？帮你争回了抚养权？是的，还有就是最近，我就因为这里老是疼嘛，老是疼，不敢去医院，因为我姐姐就是因为乳腺癌走的，所以我就有点害怕，我就不敢去。还是小姨她就硬拉着我去医院检查的。确诊了吗？是什么？当时就是不是要开刀，不是要住院的嘛。那段时间我真的是太感动了，就是她工作也不上班了，就是来专门在医院里陪我，回家还要照顾弟弟，还要去做饭，端饭过来到医院里来陪我。那医院里的人都看见都说，你的女儿真好。他说，其实我也是肿瘤是吧？就是不是很恶性的。反正那段时间他对我的细心照顾，我觉得我这辈子太对不起他了。我真的想跟他说一声对不起，小姨，姨妈错了，这么多年。他们俩还长得有点像，有点像。其实从某个条件下来说，我听了你们的故事之后，我感觉我自己特别幸运。我母亲呢，我生下来起她就瘫痪了，所以是我很多姨照顾的我。我有3个姨，一个舅舅，我那3个姨都对我特别的好，尤其是我小姨，最小的那个姨，就18岁读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天天接我这个幼儿园，喂我吃饭，甚至比对她自己的女儿还好。小的时候喂我饭的时候，我吐出来的东西她都吃了。他女儿现在吐出来的东西他都不吃，所以这么一比较过来，我觉得我真的幸运，我小姨对我真好。你这小姨太不称职。我就是想维持这个家，因为没想到会走到这一步。我实在是后悔，想如果当时他对我能早一点明白过来就好了，我就早点跟他离婚，不会让他这样对小姨这么多年，让他受尽了委屈。是我的不错。这故事前半段听得让人感觉很愤怒，但是在听到后半段的时候，你感觉到其实任何人性的回归都让人内心其实是温暖的。来，我们3位老师说一下自己的想法。最早听到姨妈对小一的这种管理方式，完全不像你跟他是有亲戚。那时候真想跟你说一句，我说良心被狗吃了。但是通过后来，我觉得有一段让我很感动，就说老公把孩子丢到门外，又打他，然后你把他偷偷的还是拉进来了。那个时候，我想作为一个女人，可能是真的是不舍。
然后接下来你说你生了孩子，然后当你生了孩子之后，你发现他可能是多余的，这段又让我觉得对你又是恨了。然后接下来你说他的爸爸不再给钱了，然后他的52块钱被你没收了。到这个时候我并不恨你了，我觉得这52块钱你把它没收了可能是对的，因为你不希望这个孩子离开，你不知道他去哪里，一旦到了外面可能连口饭都吃不上。所以我觉得你这辈子真的好纠结呀，到最后来你还是跟你的先生离婚了。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教育的范本。不过你今天认错了，能够有现在这种感觉，尤其是最后在生命面临着一个挑战的时候，你觉得还是你的女儿好。我觉得你现在已经把她当你的女儿了，对吗？是的，能感受得到。其实我真的很佩服小一，我写了2个字。叫忍耐，你真的很能忍呐。讲到这里时候，我特别想去摸摸你的小手，是不是你的手里边都是一些老茧，或者是那种很粗糙的？6岁就帮一个男人，一个那么讨厌你的一个男人，给他洗脚，我好心疼你啊。所以小一没有关系，反正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，你有一颗善良的心，也许接下来这个家，真的你要撑起来。因为这才是你真正的家，有爱，有温暖，有善良，有谅解。我希望你们家能够越过越好。谢谢你们来。现在小一也工作了，慢慢要学会开始回归自己的生活，好好规划一下自己今后的人生。因为可能你的前22年不是为自己而活，但是我希望你从今天开始往后可以为自己而活，因为你已经独立了。如果说寄人篱下这件事情激发了你的斗志，能够让你为自己的生活开始更早成熟的去进行规划，那这也不是一件坏事情。谢谢。刚开始我觉得我对姨妈的印象非常非常的恶劣。但是后来我没有任何谴责您的冲动，我倒更愿意为你点赞。毕竟你对对方这个孩子，比他爹强太多了。你对他的确有养育之恩，虽然不能视如己出，你是这个千千万万我们寻常人的一面镜子，你身上有的弱点我都有。自私啊，功利呀，内外有别呀，我都有。我没有谴责你的勇气，反倒要为你的勇气点赞。你可以来着不顾老脸，承认自己的自私，并且表达了一种忏悔的欲望，难能可贵。我希望现在在抛弃孩子的他的父亲能看到这期节目，也能对自己的亲生女儿真诚的忏悔。姨妈是一个能够恪守底线、犯过很多错误的人，请大家用掌声给她一点鼓励。剩下的都是说给小易的。有些内心的伤痕可能需要用一生去治愈，有些内心的阴影需要用一生去走出，但你依然需要学会相信，相信这个世界的人性有底线，相信再冰冷的内心也藏着最初的善良。你要学会宽恕。你身上有这样的一些品质，非常的宝贵，善良、坚强、能干。在一个如此浮躁的年代，一个经受如此多磨难的姑娘，能保守着人性如此有体温的素质，难能可贵。给你掌声。虽然我不知道这样的品质因为什么而来，有一部分一定来自姨妈。多感念一些人性善良的东西，努力去忘记人性灰暗的东西，我们活着才会有希望、有力量、有未来。
真诚的祝福你们未来能够相濡以沫，相携一生，亲如一家。谢谢你们来了。谢谢。这期节目解释我最大的困惑就是，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女生来例假要叫做来了大姨妈。你看大姨妈来了，让女生有些烦恼，会带来疼痛，但同时这种疼痛又告诉她你正在成长。你看多像。我在想，如果你母亲如果能够看到目前的这一切，她会有什么想法？首先她会悲叹，为什么我和妹妹都看错了男人？第二，她会感怀，亲如姐妹的妹妹，异母同胞，怎么会这么对待我的孩子？托付错了人。但第三，她最终应该是欣喜的，我的女儿居然没有抱怨，她在以德报怨。我女儿很优秀。我觉得，如果你母亲看到这一切，应该就这3种感受。但还好，最后的感受是女儿终于成长了，她应该是欣慰的。所以说，姨妈是误打正着啊。其实这就是生活啊。我相信，其实，在某个条件之下，比如说在某一瞬间，比如说她在被姨父关在门外，你把她收留进来的时候，她已经心里开始叫你妈了。比如说姨父不在家的时候，你偶尔把他叫上饭桌吃饭，他的心里已经开始叫你妈了。但是只是你没有意识到而已。所幸还有很漫长的生活道路要走，也所幸你那肿瘤是良性，也所幸你们很早的与那种男人脱离了，所以接下来的生活你们还有好日子可以过，最难熬的日子已经过去了。所以今天的悔悟是适逢其时啊，好吧？待会儿你有什么话你就跟你的女儿说吧。谢谢你来了。小姨，谢谢你来了。姨妈，在这里跟你说，再多的对不起，也弥补不了你这么多年受的委屈。姨妈以后会把你当亲生女儿一样，你就是我女儿。姨妈，你不要再说了，也请你跟我说对不起，倒不如我跟你说谢谢你。对不起，小姨，让你送了。谢谢你这么多年对我的养育之恩。其实，在我心里，我早就把你当成自己的亲妈了。小姨，姨妈对不起你，以后会好好的对你。以后我们带着弟弟，一定会越来越好的。还有礼物啊，这个姨妈去把礼物拿来。姨妈送过你礼物吧？啊，那今天送你一份大礼，你打开看看是什么？小姨，摘吧。蒙琪琪，是蒙琪琪。只要你喜欢，姨妈以后会经常给你买礼物。谢谢姨妈。这是你人生当中第一个娃娃吗？是的。啊，对你来说意义非常重大。无论过去的发生了一些什么，但是最终的结果是教会了你成长，结果是好的，好吧？你也别说从此以后我们俩就相依为命了，你们俩还得找男人呢。只是呢，这会儿你应该帮你姨妈看准了，我相信你自个儿眼光应该还是不错的，所以呢，将来那个家应该是一个5口之家。
啊，姨妈还会再找吧。小姨陪我就可以。最后呢，我没别的要求，其实我认为，这所有的一切，最期望看到的，其实是你的母亲。你们俩对她的母亲说一番话。妈妈，你不要担心我，我现在跟姨妈还有弟弟，我们生活得很好，请你放心。姐姐，我做了太多的对不起小姨的事，我请你放心，小姨就是我女儿，我会好好把所有的爱给她补偿，以后一定会好好对她的，你就放心。你对你爸爸有什么要说的吗？爸，我希望你能照顾自己，保重身体，你就不要担心我了。我一个人可以好好照顾自己的，我已经长大了，我一定会好好努力工作，好好生活。希望每一个父母，无论在最艰难的时刻，不要以任何所谓生活的压力为由抛弃自己的孩子。如果要说压力，其实，在生活当中，你女儿的压力比你要多得多。生活是最好的老师，也希望那两个男人能够迷途知返。别的没什么好说的了，抱着你的蒙琪琪和你的姨回家去。再见。现在我只想说谢谢你。让我拥有寂寞最解脱的灵魂。我曾经小姨，谢谢你来了。姨妈在这里跟你说对不起，姨妈以后会把你当亲生女儿一样。此刻我只想说谢谢你。对我如此悲伤却刻骨的回忆。好，如果你有任何的遗憾需要弥补，欢迎来到这个舞台。如果你有任何感谢的话想要说，也欢迎的来到这个舞台倾诉。欢迎你来到这个舞台来分享你的故事。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重庆卫视，她是母亲，离别多年，从未给过女儿完整的童年。他们两个就是一个就放到我姐那里，一个就放到我娘家哥那边了嘛。她是女儿，寄人篱下，渴望母爱都是从小的奢望。童年我爸妈都没有跟我们在一起。破碎的家庭，孤独的女儿，有过怎样的经历？其实我小时候的事情，我真的很不愿意去提。淡薄的亲情，远方的母亲又有怎样的无奈？当时嘛，我老公那两个腿全部断完了。如今，母亲回归，她是否能够打开心结？这份迟到的致歉里，又包含母亲怎样的歉意？21点20分，重庆卫视，谢谢你来了，让我们一起感受母女亲情的破冰之旅。